有人问了一个灵魂拷问：股市亏的钱去哪儿了？哎，正好啊，赶上前段时间特朗普那边整天打关税牌，美股开始一顿狂泻，大家一边看着账户缩水，一边眼含热泪地问：那我亏掉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呢？哎呦，你那钱啊，根本不是去哪儿了，而是本来就没来过。可能你不信，咋可能？我这明明账户上有好几位数，现在突然变成少了。别急，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懂了。假如你进货100台手机，突然来了一哥们说他愿意每台100块钱买，那你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身价是1万？然后又来了个憨憨说：哥，我出1000买。你一听，我靠，资产一夜之间暴涨了10倍，心里已经在想买哪块地皮了。但问题是，这100台手机你一台都没卖出去，只是人家说出1000买，你就觉得自己赚了，这就叫估值。股市啊，就是这么个东西，全靠预期在跳探戈。今天你是未来科技之光，明天你可能就是明日黄花。一旦市场啊不看好你了，愿意出的钱少了，那手机就又变成了值50块，资产就直接从10万掉到了5000。看着像钱没了，其实那钱从一开始就是空气。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晕了？别急，我们还没讲 M2 呢。我们来点硬核的，你知道吗？根据2024年的统计，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是313.53万亿。哎，等等，国家印了这么多钞票吗？当然没有。你把全国的人民币收一收，一张张的数，你也数不到这个数字。这大部分的钱呢，都是银行凭空造出来的。你往银行存了1万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1万的存款？银行也承认，你随时能来取。但问题是，银行已经把你那1万借给别人了。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世界上神不知鬼不觉的诞生2份1万块的钱。你觉得你有，借钱那哥们也觉得他有，于是钱就变多了。这一来二去呢，1亿的现金能造出10亿的信用，甚至100亿。这就叫信用货币，它靠的不是纸，是信仰，是大家对国家、对银行的盲目相信。但信仰这玩意儿说没就没，一旦信心崩了，大家跑去银行排队取钱，银行就麻了。为啥？因为你的钱他早借出去了，还没收回来呀。你要钱，他要命，这就是传说中的挤兑。想象一下，全民突然觉醒，发现银行是个庞氏骗局，排队取钱的长龙比春运还狠，银行关门跑路，社会秩序崩塌，比特币暴涨3倍。这种事啊，在和平年代也不会发生，除非你赶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话说回来，经济要是只靠金融乱舞还不够出息。这一回啊，农业也不想安分守己。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美国农业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为啥？简单说就是种太多，卖不掉，价格跳水，农民吃土。国会啊一看，咱得来救个急啊，马上出了个农田救济法案，意思是政府收购你卖不掉的东西，帮你出口，保你不血亏。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的老朋友柯立芝总统摇了摇手指头，那不行，这违反了我对资本主义的纯洁幻想。他老爷子坚信，农民必须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上，要不然你永远赚不了大钱。翻译一下就是，你家种田出问题了，那是你不会搞市场营销。国会都无语了，合着你是想让农民搞电商直播带货呗？后来啊，又来事儿。1927年，密西西比河发大水，灾情那是相当严重，整个南方都泡成了水煮地瓜。但柯立芝依旧不慌，这事儿啊，得靠市场自我修复，政府出钱那是不可能的。这下好了，哪怕国会里的资本家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吐槽：你不救灾也就算了，别拿自由市场当借口显摆。与此同时，
我们的主角小罗斯福呢？一个人缩在角落瑟瑟发抖，还半身不遂，真是个体弱多病版的小马哥。而且由于媒体呢都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开口就是这届政府干得好，闭口就是资本主义 YYDS。 连罗斯福自己都想问，你们是真瞎呢还是演戏？可惜他手头那点媒体资源连个自媒体博主都算不上，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在他打算彻底躺平的时候，民主党突然给他来了一通电话，兄弟啊，起来，党需要你。为什么？因为民主党已经被共和党锤得体无完肤，急需一张王牌。虽然罗斯福现在半身不遂，心灰意冷，但人家姓罗斯福呀，光这个姓就能吓退一票敌人。于是民主党抬着他坐进了纽约州州长的宝座，一边喊扶我起来，我还能干。时间来到了1929年，克里兹拍拍屁股走了，接班人胡佛登场，一上来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我们要每家都有小轿车，股票天天涨，楼越盖越高，美利坚要上天啦！当时人民群众啊也是挺配合的，纷纷鼓掌，总统说啥就是啥。连以前挺罗斯福的媒体都转头给胡佛吹彩虹屁。胡佛不只会当总统，他还会画大饼。但你知道，饼画多了，总要有人饿着。经济在虚胖中慢慢到了顶点，终于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当场裂开。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二，华尔街血流成河，股票从天价跳楼，连行情自动显示器都保不匀崩盘的速度。这就像一场全民的赌博，原本觉得下一个拉斯维加斯就在你家客厅，结果赌场直接爆炸，连本带命赔进去。问题在哪？表面是工厂建太多，商品生产过程，但根子是穷人太穷，买不起。穷人苦哈哈上班，一个月的工资连自己造的东西都买不起。富人呢，卖不掉，那我不降价，我烧了。于是啊，出现了一幕又一幕的经典大戏：牛奶呢到河里，小麦呢点火烧了，新车呢扔掉。你以为这是艺术装置？不是，是自由市场调节。穷人，你烧都烧了，不如让我抢点。农场主说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抢我就开枪。于是美国进入了一种诡异的状态：富人烧吃的，穷人抢吃的，警察打穷人，穷人组团打警察，人人开干。这时啊，城市里的流浪汉多得像 NPC 刷新一样，他们靠油布、木板和破铁皮搭起了棚户区，起了个朴素的名字——胡佛村。大家都穷到买不起的汽油，只能人力拉汽车。这种环保混动被叫做胡福车。吃饭的袋子叫胡佛袋。所有的难民都对着总统的名字致敬，毕竟这场景是他努力奋斗换来的。一时间啊，全国上下只剩下了一个声音：胡佛滚蛋！股市崩了，银行炸了，工厂关了，穷人抢了，富人烧了，美国一片鸡飞狗跳。这时候啊，大家终于意识到啊，原来自由市场不是万金油，它也可能是炸药包。那该怎么办？当然是换总统。胡佛，你不行，换人。问题是换谁呢？全美国政界大佬一拍脑门，集体想到了同一个人——罗斯福。为啥选他？你看这履历，多面手选手，政治世家出身，名门之后，横跨军政商三界，人脉呢伸到了海沟里，曾在海军部干过，军方又有人。他老婆娘家呢还开公司，资本家看着也不害怕。而且最关键的是，罗斯福有资格，也有能力打仗。要知道，资本家们的小算盘是，只要打仗，内部问题就能顺理成章的解决。所以呀，大家心照不宣，咱们推罗斯福上台，
到时候对外一打仗，问题不就转移了吗？于是，美国民主党那帮老炮儿一口气把能量拉满，咱家罗斯福这就是天命所归，连贯口都能念出来了。炮业大王威廉·赫斯特、老肯尼迪，还有一堆大佬集体签字画押，罗斯福你上，我们都顶。果然，罗斯福以摧枯拉朽的姿态碾压了胡佛，当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民众啊欢呼，资本家呢举杯，媒体呢刷屏，大家都以为新的篇章开始。结果剧情反转来了，所有人都以为罗斯福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挑个邻国打一仗，然后把注意力往外引，转移国内的矛盾。然而没有人想到，罗斯福开场第一刀直接挥向了自己家的金主爸爸——资产阶级。我不是来陪你们演戏的，我是来砍你们的。资本家们都惊呆了，你丫的怎么不按剧本来呢？罗斯福也不废话，亮明立场。现在美国是个烂摊子，你们谁都有锅。我先不追究，但从今天开始，改革要开始。谁挡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为防止有人不配合，他还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我手上可是有一支上百万人的退伍军人队伍，随时可以成立临时军队。退伍军人听谁的？嘿，听罗斯福的。为啥？因为这支退伍军人协会就是罗斯福堂兄搞出来的，一水儿自己人。你可以说罗斯福是独裁，但不能说他没有准备好。1933年的3月，罗斯福正式就任总统，全国人民屏住呼吸等他的第一场演讲。这可是赌国运的一刻。你以为他会来一套温文尔雅、感人肺腑的鸡汤？啊不，罗斯福张嘴就是：我知道你们都怕，但咱们唯一要怕的其实就是怕本身。这话说的虎气满满，就差来一句怕就对了，怕就给我干。而且当场宣布，美国政府将进入短暂休假，银行暂停营业。全国人都懵了，银行也能休假？你这是挤兑还没开始就主动放水断电了？但这话说得很，听着却稳，老百姓居然还挺吃这一套的，觉得有点狠人风范。然而媒体不答应了。你别忘了，美国可是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建国的，媒体更是第四权力，天生就爱挑总统的刺。罗斯福讲完，媒体立马拉清单。时代周刊说，美国被敌人包围了，我们首都已经被独裁势力占领。纽约时报说，总统变独裁，从此华盛顿叫美利坚原皇宫。你以为罗斯福会气急败坏跳脚骂人吗？不，他看着新闻摇摇头，掏出了 B 计划。既然媒体不配合，那我就饶过你们。于是罗斯福搞起了广播直播，史上首次总统级电台脱口秀节目诞生，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炉边谈话。你们报纸不是天天带节奏吗？好，那我就直接跟老百姓唠。家家户户有收音机，一开就是总统亲自讲课，还没广告。罗斯福说：兄弟姐妹们，我来解释一下这波政策该怎么落地，大家要稳住。民众一听，哇，这总统好像不是忽悠人哎。媒体疯了，这下好了，老百姓直接听你说话，我们还怎么搞舆论引导？官僚们也疯了，总统绕开我们直连群众，我们还怎么搅浑水？反对党疯了，总统直接搞实况连麦，我们提案连个热度都称不上。从此美国两党制当场失效，罗斯福一人说了算。罗斯福手里握着民意、军队、国会、媒体流量，还差个开场操作来震撼场面。于是第一波新政来了，重头戏就是全国产业复兴法案，让美国企业告别自由恋爱，全体进入包办婚姻。这法案要干嘛呢？一句话总结：老板们以后别内卷了，大家手拉手，统一定价，统一产量，统一工资，统一行业标准。想裁人，对不起，先问问政府答不答应。而且劳工还可以跟老板谈合同，
谈工资，谈待遇。也就是说，以后开会啊，不是老板开口，员工闭嘴，而是劳资双方平起平坐，简直就是当场击穿美国梦。你知道这在美国意味着什么吗？计划、经济，资本家们当场破防，合着我们支持你是支持你来搞社会主义的？有个企业家气到摔杯，罗斯福你疯了，你把我们搞得跟苏联一样了。但骂归骂，有没有用呢？没用，因为罗斯福此时已经是立法加行政双修，手上呢捏着国会的2/3的席位，再加退伍军人做后盾，你反对个啥？不想干，你去跟 FBI 聊聊呗，顺便给你家工厂寄张3天内执行，不然军队见的温馨提示。这法案一出啊，全美中小企业集体发出最后的呐喊：我们真的不行了！加工资、限工时，兄弟，我本来就活得像个植物人，现在你要我吃补药、跑马拉松。于是很多小企业当场阵亡，而大企业呢，嘿嘿，肥了，因为市场份额被腾出来了。小企业死了，大企业说：谢谢你们退出，我来接盘。一边接盘一边搞垄断，顺便涨点价。政府一看，哎，还真把工业盘子暂时稳住了。光搞工厂还不够，罗斯福把目光投向了金融，他盯上了一个问题：银行这玩意儿就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心脏。于是推出了第二个大招——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点如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家，不许你左手炒股，右手放贷。银行只能买政府指定的安全债券，投机拜拜。然后更狠的是，所有银行都给我开门，之前倒闭的重新营业，老百姓的钱继续有效，不过每天限额提款，别想一次性把银行掏空。你以为这是存钱？不，这叫强行续命。银行们一边复活一边抖腿，罗斯福给你装了一个安全阀，你还得说谢谢。罗斯福盯上了另一个角落，农业。本来农场主还在那说：哎，咱农民最苦啊，快给点补贴吧。罗斯福翻了个白眼：你们苦，你们不是自己把猪杀了，把棉花烧了吗？但他也不是不给面子，直接安排政府出钱销毁农产品。你没听错，政府亲自下场杀猪拔棉，600万头猪直接做成了不可描述。1000万英亩的棉花田原地清空，销毁之后棉价果然从每磅5美分涨到了12美分，农民喜提国家带货，真香。但问题又来了，棉花涨价了，城市居民怎么办？罗斯福眼一眯：你别怕，我买回来再便宜卖给你。于是政府又化身团购平台，低价采买发给城市贫困户，真的是你涨我补，你囤我收，完美闭环。你看罗斯福搞的这一整套，工厂呢要听他的，银行呢也要听他的，农民呢要听他的，老百姓天天听他广播。你说你是总统呢，还是 CEO、总经理、财务部长、农业大队书记呢？精英阶层已经看傻了。纽约每日新闻发了一篇社论：我们中很多人曾幻想过独裁者，如今这个人来了，他不是斯大林，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墨索里尼，他是罗斯福。这话呢，表面是夸，其实呢贼阴阳，意思是你现在可真像苏联那边的大胡子了。其他媒体呢也没闲着，一边叫嚣罗斯福扼杀了自由，一边装成受害者，说自己被迫沉默。有的甚至干脆说，现在的总统演讲我们不敢评论，因为 FBI 会来敲门。罗斯福呢，你就去续编吧，反正人民都在听我的广播。炉边谈话一开，媒体呢成了背景音，反对党变成了空气。以前是三权分立，现在是三权合一，我一个。你问反对党还有啥意义？民众答：总统说的对。媒体答：我们来点天气预报吧。官僚答：我们服了。总统一个人就能把国家搬起来干，谁不说一句牛？在罗斯福直播对全国讲完我就是要独裁，你们忍忍的当晚，美国国会一边抹泪一边鼓掌。总统说的对，说得好，说得合理，说得我无话可说。
随即民主党顺利拿下了参议院超过2/3的席位。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行政权我有，立法权我也有，司法权呢，还差一点，马上凑齐。三权分立的美式祖训当场破防。这就好比你在打三国志，本来刘关张三人分工明确，突然刘备说这游戏我单刷就行了，然后把关羽张飞全换成了自己的分身。美国人民也不反感，反而说总统牛，独裁香。毕竟能吃上饭，谁还管你搞不搞三权？接下来罗斯福开始搞的那些事，在美国的历史书里被一部分人恨得牙痒痒，骂他是美国修正主义之父。怎么个修正法呢？扛着星条旗，干着红旗环，嘴上说我坚决捍卫资本主义，手里操作的是工人要上桌，企业不能乱赚，国家要统一指挥。这不就是苏联剧本的美版轻喜剧吗？举个例子，罗斯福推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在苏联叫什么你知道吗？计划经济第1章，劳工和资本家签集体合同，产品限价，利润国家监管，连工时都得按政府的标准整。你说你不是搞社会主义，你就是换个皮的5年计划。资本家气得上吐下泻，抱头痛哭，这不是我们投的罗斯福啊，这是内鬼。但你知道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吗？这套操作不光政府开心，老百姓高兴，大企业居然也笑了。因为小企业挂了，大企业顺利的垄断，工人买得起东西，消费又回来了。企业虽然被管着，但也活得下去。有点像你原本是个野生主播，突然签约了平台，还带了流量，带了脚本，你心里虽然骂被控制了，但流量涨了，你还是会说感谢国家赞助不断。罗斯福的新政推进节奏是这样的：首先呢，管住工业，给企业限价，给工时限量，使工人集体谈判权到手，让小厂倒闭，大厂变强。其次呢，是修补金融，规定银行不准投机，把倒闭的银行拉回来，责令民众限额提款，维持信心。然后呢，重整营业，政府亲手下场，烧棉杀猪，撑住物价，农民呢也不哭了。城市吃不起饭，政府采买低价补贴。整个操作下来就4个字：你想躺平，我不答应。媒体还是在努力的挣扎，比如纽约每日新闻继续整花环，来了一篇致敬式的社论：我们曾梦想有个独裁者，现在我们拥有了他。他的名字不是斯大林，不是希特勒，不是墨索里尼，而是罗斯福。这话怎么听都像在阴阳怪气，但罗斯福不生气，只回了一句：先把宪法包起来，放在书架上，等我忙完了再拿回来用。笑死！全美最狠的脱口秀段子手当场下岗。而此时炉边谈话已经成了全民追更的综艺节目，每期讲重点，不带废话，全网同步广播，收视率爆炸。就连小学老师上课都会说：同学们，昨天总统说的你们记住了吗？你说这是总统？这简直就是主播带货加心理按摩师加国家精神导师。你要是媒体，你还敢阴阳怪气？不好意思，人民群众都不信你了，直接打上标签假新闻。罗斯福的新政一边镇住了资本家，一边稳住了民众，一边还把三权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不是总统，这是合法版本的美利坚皇帝。而且重点是，他不是靠选票暴力抢来的，也不是靠军队政变干出来的，他是靠人民的需要，国家的烂摊子，自己确实能干，这3点合体，水到渠成当上。你问斯大林怎么看？他抽了口烟，这招我都不敢这么玩。你问希特勒怎么看？他咬牙切齿，我打了那么多年仗才干成这些事，这货居然靠一张嘴和几个广播。你问美国精英怎么看？他们只能苦笑，我们选上来的是总统，怎么选成了老板？到这儿，罗斯福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他解决了初期的危机，稳住了政权，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社会主义时代。而接下来继续对抗保守势力，与最高法院搬案子，
在国际上扮演救世主，最后把美国送进超级大国的第一梯队。当然了，这是下一集的内容了。我是趣味不正经，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喜欢的话，别忘了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见。